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催眠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那些内心受过创伤或者纠结于过去的病人，帮助他们打开心房，重新面对新的生活，而不是利用其他的管道来达到个人的欲望。可是当俊荣被你们发现的时候，他非但没有逃跑的意念，甚至不管你们怎么阻止，他还是发了疯似的对付慧心。我怀疑俊荣被人催眠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侵蚀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？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？心路一步一步在回转，心事一串一串看不穿，好想靠近了，却又遥远的渴望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传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心情一起一伏越迷惘，心声一字一句轻轻唱，人心挣扎，继续探访生命真相。你们两位有什么事吗？你好，我是警察，我们可以到处看一看吗？好的。我想我们要找的答案就在这里。请问你是这里的经理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想看看这个 CCTV 昨晚的录像，这个录像已经被删除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就在处理这件事情。保安说早上好像进了贼，把所有 CCTV 的存档都也删除掉了。现在唯一能证明俊荣被催眠的证据都没有了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如果俊荣真的是被催眠的话，我相信催眠他的这个人肯定是个高手。我大学的教授刚刚回来教课，我想去找他，看看是否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线索。你有什么消息就通知我吧。我们再联络。好。先生，你的表。谢谢。这个怀表对我很重要。时间可以冲淡一切，也可以让人停留在伤痛的回忆里。你一直不让人家进入你的内心世界，是因为你一直放不下不愉快的过去。你不断的在挣扎，没有方向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开这个结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文杰最在乎的人除掉，然后代替他心中的地位。慧心，安妮，怎么是你？我来接你回家。哥呢？他有事，叫我先送你回家。那好吧，我去拿包包。可以怎么了？你干什么？跟我走。
我们到底要去哪里？继续开车，可是我需要知道要走哪条路。前面转左。这是哪里呀？你再废话，我就杀了你。慧心，是我，不是说好到花店接你的吗？你在哪里啊？听到留言之后打电话给我吧，拜拜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想干什么？在这里把你杀了，就没有人会知道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被人利用了？闭嘴！你不要这样，我知道你不想伤害我的，你醒一醒啊！安妮，我是永言，你的朋友。你想救他的话，不要白费心机了。慧心是无辜的，你杀了她，也没办法解决你内心的创伤。难道你忘了当初你为什么要当警察吗？你想要维护正义，惩奸除恶。你别错下去。安妮，不要开枪！我是文杰，你现在被催眠了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把枪放下。安妮，我知道在你内心深处有这一道很深的伤痕，你有这一段不可磨灭的过去。表面上你很坚强、很独立，其实你的内心很孤独无助、很脆弱。你一直渴望你最深爱的人可以关心你、照顾你。你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，是因为你没办法放下这段感情。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？曾经有一位对你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，他还对你许下了承诺，你只收藏着，保留着。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来说，是你这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。对不起，我无法实现我的诺言，一生一世的照顾你。感情一旦出现了裂痕，就很难回去以前一样。让我们的过去成为美好的回忆吧。我走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安妮，不要接！安妮，不要接这个电话，不要接那电话！马上开枪！不行，你没事吧？还好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被催眠了。我被催眠。你之前接触过什么人？我去停车场拿车，然后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你被催眠了。你记不记得他的样子？
我不记得了。你想清楚点，因为可能只有你见到他。算了吧，反正我都没事，让他休息吧。说的也是，不管我们现在怎么问他也没有用，对方是个心思很缜密的人，绝对不会留下任何的线索。幸好有你，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彗星会有危险的呢？之前我怀疑俊荣被人催眠，而催眠他的人极可能对彗星不利，所以我就开车去花店找他。可是去到那里，我却看到他们两个走出来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记得安妮明明跟我说她要回警察局的，可是我却看到安妮挟持着彗星，我觉得事情很不对劲，就马上跟着他们，然后就一边联络文杰。郭医生，谢谢你了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你也是被利用的。那个人为了报复，先后催眠俊荣还有安年去杀彗星，他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你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指控过一个色魔，他现在应该还在坐牢的。不管这个人是谁，他绝对是一个催眠高手。安妮的意志力那么坚定，一般的催眠师是没办法催眠她的。那谁有可能拥有这种能力啊？在我认识的人当中，有一个人拥有这个能力。谁啊？那就是我的恩师郭教授，是他教会我催眠的。可是他的为人很正直，而且他教我们催眠的时候常常说不能心术不正，所以我觉得他的可能性很低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人似乎要置彗星于死地。我看我还是派人24小时保护你吧。不用了。听话，这一次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有警察在你身边，我比较放心。哎，那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被催眠呢？一般要催眠一个人，必须要跟他有眼神接触，然后捉住他的注意力。一旦你的意志力松懈，就会很容易掉进他的催眠陷阱。从现在开始，大家保持高度警惕，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凶手。郭志鹏教授，你好，我是重案组的高级督察赵安妮。我们有一起企图伤人案，需要你回警局协助我们调查。好。我们怀疑有人利用催眠术，催眠他人去伤害另外一个女孩子。不会是跟我有关吧？郭教授，请问你昨天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在哪里做什么？我在大学。这么晚了还在大学？是的，因为得准备今天的讲课，所以待迟一点。有人可以证明吗？有啊，我有5位学生，还有1位助手。如果方便的话，你们不妨向他们考证啊。好，我们会去查。去查一查。Yes, madam。其实催眠啊，不是靠眼神交流就可以达到效果的。放松吧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只需要到银行去兜2圈，我不就发达了吗？我们会去调查清楚你的不在场证据。麻烦你。对的，我看这个催眠教授不容易对付。喂 ，Madam， 已经查过了大学的同学和教授的助理，一共6个人，他们都替教授作证，证明那一段时间他的确在大学里面。好的，谢谢。你们去安排一下，放他走吧。我先进去跟他谈。Yes, ma'am。
郭教授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谢谢。没关系啦，只要赶得及回大学上课就 OK 了。郭教授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会对催眠术那么有兴趣啊？你晓得平均1秒钟人的思维念头平均由多少波动频率所组成吗？不知道。近代科学已经有答案了，超过1000兆次，它同时产生的能量光环散发在人的体外，这就大大的辅助了催眠学家解读对方的心房。那你能解读我吗？我可以坦白吗？嗯。你的外表很清秀，但你的内心不清净。你看起来很镇定，实际上你毫无禅定。对不起，如果我说错的话，原谅我。我只是觉得你这个解读很大众化。是否真的大众化？最清楚的那个人，只有你自己。如果你的内心深藏着放不下的往事，那不需要被催眠，你已经自我暴露了。郭教授，谢谢你的分享。我的同事在给你办手续，你很快就可以回去教课。没的。追不回的过去，千万不可以执着，否则受伤害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。放下吧，好比这杯水一样，清净平复，就没有人可以突破你的心房。好好爱护自己，才对得起你的父母。慧心啊，你饿不饿？我煮个面给你吃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不饿，谢谢。啊，那水果呢？我昨天买了苹果，我切给你吃啊。不用了，妈，不要忙东忙西了，你休息一下吧。妈，慧心都说肚子不饿了，你就不用再问了。我是怕他待会儿又肚子饿嘛。你是不是觉得很闷，在找东西做啊？不是啊。还说没有？你刚才家务都做了几遍了？不然这样吧，妈，你回去看店，有哥在，没问题的。不行啊，万一有坏人来对付你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还是留下来保护你。外面那么多警察，真的没事的啦。我去开门。哎，你坐下，我去开。哎，你们两个都坐下，我开。嗨，伯母，一切都好吧？有我保护他，没事的。有哥在，我会没事的。我们警方也会尽力保护你的，所以你们都不用担心。对了，俊荣怎么样了？你担心他？我相信他是无辜的，你们不要为难他。其实他一早就保释出去了。太好了。好的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还是家里最舒服。不是每次都是那么幸运的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到处惹事。爸，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关，不信的话你可以问哥啊。俊荣说的没错，警方查明真相之后，真的发现和他无关，所以才放他走的。没事就好，以后小心点。叫云姐开饭吧。好，爸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们刚刚在外面吃过啦，而且你叫云姐不要煮的。是吗？刚才酒楼的菜不合胃口，我吃的不多，肚子现在又饿了。那我叫云姐煮一碗面给你哦。云姐，哎，不用了，我不吃了。哎，我的手机呢？会不会是掉在酒楼忘了拿了？爸，你的手机在哪儿？哦，爸，人老了，记性越来越差了。
哥，看来我们要买银杏给爸补补脑了。好啊。我最近老是很健忘，明明吃过了饭，却又忘记，讲过的话也会重复再讲一次。我的失智症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？是有恶化的迹象。那我以后会不会连最亲的人都不记得了？医生，有什么办法医治吗？要吃什么药，多贵都没问题。药物只能延缓病情的恶化，无法根治。我刚刚看过你的报告，情况不是很乐观，似乎药物对你的疗效不大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尽快把重要事情处理好。大哥，陈律师来了。走吧。龚先生，你交代我的事情呢，我已经办妥了。我已经依照你的吩咐，把你名下的财产全数交给了俊荣，包括几间屋子、公司，还有一些股票。永荣那部分应该怎么处理呢？你真的没有打算留一份给他吗？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的儿子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你照办就是了。好吧。Madam， 透过国际刑警终于查到郭教授的背景了。原来他儿子在几年前因为强奸罪被判终身监禁，而当时候指证他的目击证人是梁慧欣。这样看来，郭教授就很有嫌疑。他的动机是杀梁慧欣为儿子报仇，但是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据，我们不能单凭杀人动机就肯定他杀了人。Madam， 我跟踪了郭教授2天，没什么发现。他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，每天除了上大学讲课之外，其他时间都待在酒店房间。他没有接触过什么人吗？他只接触大学里的学生跟其他的教授。他一个人来这边教书，生活圈子很简单，没什么可疑的地方。小姐，能不能请我们喝一杯酒啊？有没有搞错？应该是迟到的人请吧。都叫你别跟他开玩笑了，他今天心情不好。有这么明显吗？都已经写在脸上了。怎么了？今天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还不了解他？他这个样子就是解决不了的案件。还是他了解我。我们查到郭教授有杀人的动机，不过他却有6个不在场的时间证人。 6个这么多，他们会不会在说谎？不太可能。他们6个的口供一致，而且连一些小细节都没有说错。假设郭教授真的是凶手的话，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你们会不会太主观了？心理医生，你有什么高见？或许郭教授真的是无辜，是我们冤枉了他。你这不是高见，这是偏见。你这才叫偏见。他是你老师，你当然偏袒他。就因为他是我老师，所以我对他的为人很了解。他绝对不是那种会利用催眠来做坏事的人。但是除了他有这么高明的催眠能力之外，还有谁？你呀？确实有可能。你们为什么不怀疑我？不可能啊！你们也太有默契了吧？不过非常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。Cheers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一个催眠高手有没有可能同时催眠一群人？你是说集体催眠？理论上是有这个可能，不过我没看过。那你认为郭教授有没有可能有这个能力？我不敢说不可能。你是说郭教授集体催眠了他6个时间证人？6月7号晚上10点开始，是这里没错。谢谢你。看来郭教授没有说谎，他是来上课了。看下去再说吧。你 fast forward。Stop。来。时间是什么？11点03分。这些片段看来看去都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啊。那问题到底出在哪？子亮，你看了这么久，你景象会不会算？有一点。这整个画面大概1个小时。你们看，他的学生不停地写作，他的助理不停地走动，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，应该会累吧？每个人的心理创伤都不一样嘛，所以催眠的过程就自然因人而异了。尤其是当病人的情绪极度高昂的时候，记得催眠一定要即刻终止。郭教授，
请问我们有可能同时催眠几个人吗？他说的就是集体催眠了。那关于这个课题，绝对有可能。郭教授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上课，请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天不就是因为有10天证人，所以你把我给放了吗？我们已经查过学校的 CCTV，6名和教授一起做事的学生和助理都被集体催眠。我想，只有你有这个本事吧。我们现在正式逮捕你，请你合作一点。你们先带他上车。Yes, madam， 走。Sir， 我们已经检查过 CCTV， 发现很可疑，已经逮捕了郭志鹏，现在正要回警局。你们这些当警察的，真的不容易。我对你们真的很敬佩。为了维持社会的秩序，你们的付出，有多少人能够理解？甚至连家人有时都会因为你们的工作而对你们有所误会。没几个人真的明白，为了正义的背后，你们究竟牺牲了多少。Madam， 已经拿到监控记录和郭教授的资料了。我们先回警局吧。陈硕，你们下来干嘛？谁看着郭教授？陈叔、子亮，你们被催眠了，快把枪放下！不管你说什么，他们都听不进的呀。你不会希望他们任何一个受到伤害吧？麻烦你。Jason， 让他解开手铐。他们很快就会清醒的，没事。对不起，我刚刚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有责任。当时要是我小心一点，就不会让他趁虚而入。这事也不能怪你们。最重要，大家一起平安回来了。我活到这把年纪，还是第一次让人家催眠。这个郭教授真不简单啊，竟然可以同时间催眠我跟陈叔。那现在可以肯定，郭教授可以做到集体催眠，那他的不在场证据就完全不成立了。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，我们一定要阻止他再次利用催眠干案。马上通知各分局发出全岛通缉令。Yes, madam. 文杰，这里发生了一点状况。子亮怎么样了？没事就好。我们这里没事，慧心一直在家里，我跟妈陪着她，还有外面也有警察。我相信郭教授没有机会伤害到她的。你们自己小心。好。哥，怎么了？郭教授逃跑了，警方已经在通缉他。安妮说你最好不要出门，以免他来对付你。怎么会这样？放心吧，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抓到郭教授的。希望如此。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妈，以免她担心。我知道。爸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是陈叔告诉我的。永言他很有心，
一下班就打电话问我你在哪里。吃饱了没有？爸，其实我过来是有件事要问你的。哦，什么事啊？爸，怎么发生了那么大件事，你都不跟我说？你别忘了我是医生，你生病了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你都知道了。我还见过你的主治医生，你不应该隐瞒我们的。唉，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可是我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俊荣。那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，你要好好的照顾他。还有啊，我生病的事，不要告诉他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爸，你也好好休息，别想太多了。喂，永元，郭教授，方便出来见个面吗？我有话当面对你说。郭教授，我来了。郭教授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已经到了。永元，郭教授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为什么要逃跑？为什么要给警方加口供？郭教授，你以前常常教我们学催眠，心术一定要正，绝对不能用催眠来做害人的事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依然坚持这样的信念，至今没有动摇过。那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有什么苦衷？不要再问了。其实你知道凶手是谁的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就是故意引开警方的注意力，为的就是保护这个人。不要再说了，我不会透露的。郭教授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的。你帮不了我，让我自己来承受一切的后果。是你通知警方的。郭教授，我只是想帮你。郭志鹏，你跑不掉了。安妮，郭教授是无辜的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跑掉的。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办完事情之后，我会主动向你们报道。郭教授，郭教授，医生，病人的情况怎么样？病人已经度过危险期了，可是现在还是处于昏迷状态，盆骨跟腿部都有严重的骨折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他。我会尽力的，你们放心。谢谢你。谢谢。都是我不好。要不是因为我，郭教授也不会发生车祸。这不关你的事，是他自己选择的。郭教授不是凶手，他是无辜的。那他为什么一看到我们就跑呢？他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是不是因为他是你的恩师，所以你才同情他？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相信郭教授。进来。安妮刚打电话过来，郭教授被抓了。真的？啊，太好了！那我明天回花店。警方还不能确定郭教授就是真正的凶手，你还是留在家里比较安全。哎呀，不要了，我这几天都在家里，都闷出病来了，还要玲玲你们在家里陪我。你怎么了？还在担心啊？他都被抓了，我会没事的。那好吧，不过明天早上我必须去见客户，我不能陪你去了。没问题啊，外面还有很多警察在保护着我的。总之你小心一点，有什么事马上通知我，知道吗？嗯。好了，早点睡吧，不要看书看得太晚。知道了。晚安。晚安。
什么时候也找一个像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啊？陈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做警察的每天忙着查案子，时间又不固定，谁会喜欢我们呢？警察也是人，警察也需要拍拍拖、谈谈恋爱的啊。那你别学 Madam 这样啊，为了工作白白牺牲掉感情生活啊。Madam 是个好女人，要怪就怪梁文杰，是她不懂得珍惜。那你懂得不懂得珍惜啊？我怎么了？你别以为我老眼昏花，其实周围发生什么事情，陈叔心里最清楚了。你别老是把心事放在心里，有些事情你不说出来，人家永远都不会知道的。可是你明明知道说出来也不会有结果，那还说出来干嘛？喂，年轻人，别告诉我你还没开始就打算放弃了。喂，需不需要陈叔帮你一把？陈叔，喜欢一个人也不一定要在一起啊，只要看着他过得好，我就满足了。哎，给自己多点信心，陈叔看好你的。我还看好你的，你不要为我操心啦，多想一下你自己。我，切。郭志鹏现在还在医院昏迷不醒，我想凶手另有其人。我已经派陈叔还有 Jason 去保护梁慧欣了。Yes sir， 我会尽快处理这个案件。Madam， 国际刑警那边传来一个消息，原来郭教授除了有一个儿子叫 Brian 之外，还有一名私生子叫 Dick， 是他跟情妇所生的，从小就没有跟郭教授住在一起。这是他们传来的资料。还有什么其他的发现？他们一直以来都居住在美国，虽然说 Brian 和 Dick 是同父异母，但是他们的感情都非常的好。自从 Brian 被判入狱过后 ，Dick 就消失了。子亮，梁慧欣可能有危险，你赶快把 Dick 的照片发给 Jason， 要他多留意这个人。Yes, madam。你帮我去拿一点满天星。好。别动，警察别动。剪刀放下。警察先生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带着剪刀进来？我只是想问问老板娘，可不可以叫我讲简话语？陈叔，不是他。走。老板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误会了。没关系，你们也是为了保护我。请你一定要小心这个人。他是谁？他是郭教授的私生子，之前的事应该都是他做的。他是来找你为他哥哥报仇，我跟陈叔负责保护你，你自己也要小心。哦，我们会继续在外面监视着，不会影响你做生意的。谢谢你们。你好。啊，你好。这家店是你开的？是啊，我刚到，主演马上上班了。你请里面坐。那就好。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是关于你女儿的。我女儿？妈，什么事啊？好啊，有什么情况你再打电话给我。来。来，你先吃点东西吧，跟我来电视。我还不饿，陈叔。吃吧，吃吧。怎么样？哎，Madam，没事，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花店。Penny，关店了。是啊。老板娘呢？老板娘有急事，半小时前从后门走了。她有没有说去哪里啊？没有哦。妈！妈！妈，你在哪里？妈！妈！妈！
是谁？你对我妈做了些什么？周燕来了，你为什么要伤害她？是我伤害她，那你呢？你就可以伤害我哥啊！你是谁？1年前你在美国举报的那个色魔，就是我哥，他是无辜的，是你冤枉了他。我没有，你有，因为你一个善良的人要走1辈子的牢，你骗得了全世界，你骗不了我的。外表那么单纯，内心却如此的恶毒，你心里面到底还隐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你到底还要害死多少人？你要为你的过错做出补偿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向你补偿。对，我要向你赎罪。没错。你要赎罪的话，只要从这里跳下去，就可以弥补你所有的过错。我要赎罪，我应该赎罪，是我的错，我要赎罪。是我的错，我要赎罪，我要赎罪。你确定是这里吗？根据他手机的 GPS 是在这个地点，但是几楼我就不清楚，去看一看。不是要赎罪吗？跳下去就对了。跳啊！为什么不跳？你不是要赎罪吗？跳下去，赶快跳下去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子？她长得这么高，头发有点圈，20几岁，皮肤白白的，长得很清秀的。每天这里那么多人进进出出，我怎么会记得呢？对他有没有印象？哦，我想起了，刚才我在顶楼巡逻的时候，不小心被他撞到。谢谢。天色向晚，黑夜要浸湿一片荒凉，还在寻找停靠的肩膀，问情是否要永远作伴。云里月光，散发着看不透的光芒，还在梦里想着请召唤，谁的心迷失了方向。